我不是他们的教练。常年班有常年班教练，别人队有别人队教练，然后我呢，我是研学团队的教练，各有分工，各有不同。武僧一龙打得过我吗？当然打得过我，因为这个我估计我不能说太多，我不能在这个背后说一龙老师这个那个，但是一龙老师真的他的技术是非常好的，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。七星拳，对，这个七星拳非常好。七星拳其实就是包括大家还记得吗？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个金丝缠腕的一个技术动作，那个技术动作其实就是少林的小擒拿手，那个也叫金丝扶腕擒拿手。那个就是七星拳里边的，还有这个畸形步退掌那个。不好意思，大家刷屏太快了，有的我看不到，我没法回答大家有的问题，我回答不到啊。打得过保镖吗？我打不过。真打不过，你看人家那块头，跟我不在一个公斤级，可能跟我在一个公斤级，我也打不过。那人家是经过专门的格斗训练的。让我看看，回答有问题。18岁来得及练吗？18岁当然来得及，只要我觉得吧，只要努力，什么都来得及。其实我现在正在学习另外一门学科。是为了工作，但是呢，朋友，你看啊，我今年已经38岁了，我觉得我学的还行，3门课我能过2门了，最难1门过不了。然后，就是什么时候只要能下定决心，其实什么时候都不晚。秦师傅在蓄力，马保国老师也是身体不错的，真的，朋友们。马保国老师那个年纪，其实真的身体不错的，练太极拳绝对有好处。20岁也来得及，20岁也可以，30岁行。朋友们，这一点点往上加，30岁行。我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咏春。刚才我看到有位朋友说，师傅会咏春吗？我不会咏春，因为这个咏春拳。当然它里边有摊手啊、小念头，我只是知道这些动作名称。可能发力的动作我可能了解一点，但是你说我练过咏春吗？没有，我就光练少林拳，因为少林拳这个体系太大了。马保国老师身体不错，那拳法其实也不错。其实我们如果从太极的角度来看马保国老师的发力的话，其实他那个身法是很顺的。让我看看，我看到这儿，我扒拉一下看，视频教学功夫嘛，可以，朋友可以的，因为我手腕系可以练，手腕系可以练，但可能不太好练，因为手腕系没劲儿啊。然后师傅能出视频教学，这位朋友说了，朋友们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把这个字幕扒拉到这儿，我定一下，我看清楚。能出视频教学，可以，朋友，可以，因为我呢自小练武。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武术的话，我太乐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少林寺这边吧，其实讲一个少林弟子，我是俗家弟子，当然我可以吃肉，可以结婚，我女儿都6岁了，但是呢。作为一个少林弟子，就要传播少林功夫，天下武林是一家嘛。你不传播少林功夫，怎么去以武会友呢？其实跟咱们我的其他的学生，然后我跟大家讲的也是这个。我说，如果我们学会了武术之后，我们不能去欺负别人，但是我们可以用武术去做好多事情，比如说去帮助别人，大家互相帮助，然后互相交流。多好啊！然后没事儿做个生意赚点钱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多好啊！视频教学，对，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跟我说要出视频教学，我今年38了，然后要出视频教学，没问题。那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肯定会给大家出视频教学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初心。以武会友，我小时候天天跑步，早上跑步喊口号，以武会友，共同进步。小时候喊口号，长大了就要做实事。
我看看。哦，梁一泉老恩师，那是我的师爷，是我的师傅的师傅。其实我的师傅就是我的父亲。梁一泉老恩师是我的师爷。梁一泉老恩师今年95岁了，身体非常好，思路特别清晰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还去拜访了。真正的高手有多么厉害吗？其实这位朋友这个问题非常好啊。这位朋友这个问题，真正的高手有多么厉害吗？首先我们要界定高手的定义是什么。比如说实战吧，两个人对打，我这一次我被 KO 了，然后第二次我还敢跟他打，第二次我又被 KO 了，我还敢跟他打，然后慢慢的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高手，因为他很勇敢。那也可能有的朋友说，这可能是钻牛角尖儿，但我觉得这也是高手。那当然，比较这个广义的高手呢，那当然就是去 KO 别人的那个人。但其实被 KO， 但是从来不放弃的人，我觉得这也是高手。我还没有看到后边，通臂拳，哎呀，我又看到通臂拳，我扒拉一下。师爷是师爷，真爷是真爷，不一样啊。咱们不开玩笑啊，朋友。可以叫通臂拳吗？通臂拳可以，没问题。通臂拳可以。通臂拳呢，它是武术的入门拳法，额破五岳。对，说实话，我就额破了。但其实咱们这些武校都非常好啊。然后武校的好多老师啊、教练啊，我都特别尊重。特别是武校的各个武校的负责人，有的都是咱们武林界的前辈，我特别尊重。武校都非常好。其实有好多妖魔化武校的朋友，那可能只能这样说吧，见仁见智吧。老师练过形意或八卦吗？我练过形意和八卦。我是在大学的时候练的形意和八卦。那个时候我们体院的我们教练呢叫袁熙老师，袁指，我们当时都天天叫他袁指。那时候老师已经58岁了，58岁还是54岁，58岁，我记不太清了。但是袁老师身体特别好，而且他的技术、他的风格、他的动作、他的发力，形意、太极和八卦都是袁老师教我的，我现在我都还记得。然后包括我现在向大家介绍的有好多内容，其实都是当年袁老师言传身授，我特别尊重。打得过我打不过，我打不过啊，可能有人能跟人家过两招，但是我肯定是打不过的。哎呦，邹世明邹老师，我打不过。让我看看咋学外语，可能这位朋友来的晚啊。外语就是实践出真知，首先要有一个语言环境。其实我这个外语不行。有这位朋友问了，说我会截拳道吗？我不会。我练少林功夫，然后一些套路呢，我可能熟一点。比如说像我学习的太极、形意和八卦，我可能熟一点。然后我其实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不可能什么都通，因为武术这个体系太庞杂了，太大了。我现在能做一个少林拳的教练，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。为国争光不敢说，只是说咱们凭良心去对待客人吧，去对待朋友。寸拳是这个寸拳吗？当然那个开砖那个寸拳我还没有研究过啊。人家可能今天是休息，说 Speed 今天怎么没开播？那可能是今天休息，因为昨天在少林寺跑了一大圈，都很累了，还要训练。有实战吗？有的。但是我说的实战是散打的实战，因为我在教一帮练散打的小孩儿。李小龙老师应该也会一点少林，因为他对武术的了解，对武术的感悟，然后
包括我最早的关于武术哲理方面的启蒙，是我看李小龙先生的李小龙老师的电影。李小龙老师真的是我的偶像。不好意思，朋友们，刷屏太快了，我有点看不清。Speed 的功力跟他身体非常好，真的，那肌肉杠杠的，非常好。我替大家摸了，那肌肉特别硬。我觉得应该是很喜欢功夫的，因为这位朋友 Red， 你觉得 Speed 喜欢功夫啊？我觉得他很喜欢功夫。因为人和人的交流，眼神是能看出来的。我们那时候在直播里边向大家汇报过，看眼神，真的感觉不一样。让我看看这里，在这儿，八极拳属于少林功夫吗？这个八极拳啊，不属于少林功夫，它不是一个流派，但是八极拳它的发力非常好，八极拳的发力是踩、离、挤、崩。我给记不太清了。现在在河北的沧州，八极拳非常厉害。现在可以说，反正我记得应该是在沧州，八极拳特别厉害，发展特别好，而且他的八极拳的竞技演练水平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。沧州也是武术之乡。朋友们，太快了，刷屏太快了，我得看一下，就不要说我爆红。说实话，朋友，我没什么心理准备，但其实我觉得，一个人红不红吧。其实我有好多朋友，我现实当中的朋友，咱们是网络上的朋友，我现实当中朋友好多人说我话唠，其实我就喜欢跟大家聊天开心嘛。我没有学过咏春，朋友，我没有学过咏春。歌舞元老师厉害得很，我那时候我还是歌舞元老师的粉丝呢，歌舞元老师厉害得很。那个今晚住哪里我也不知道。击打有方法，这太快了，这太快了。气功到底？我看到一位朋友问了，不好意思，朋友们，这个因为这个字幕滚动的速度太快了，我有的问题我看不到啊，朋友们。气功到底是什么？朋友们，咱们如果想练气功的话，记住气功，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。气功，什么是气呢？气就是呼吸嘛，一呼一吸。其实人的生命呢，它就在一呼一吸、一开一合之间。气功就是关于呼吸的功夫。我们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。比如说八段锦，说到这儿呢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这个八段锦呢，它是气功的入门功法。第一个动作，双手头顶里三交。如果按国标版的话，当然起势跳过去了啊。动作向上，因为这是咱们国内的平台啊，大家都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，一说都知道。朋友们，向大家普及，而且呢，朋友们可以去上网去搜，完了以后就跟着动作来练，告诉大家怎么呼吸。动作向上，朋友们，向上是什么？向上是阳啊。向下是阴，对不对？火向上，水向下。好，向上是阳，向下是阴。那这是外在的动作的阴阳的划分。那我们的呼吸怎么划分呢？阴主藏纳，阳主发散。你往里边吸气进去了，那是阴，阴主藏纳，阳主发散，发散往里边呼气。要用嘴呼，用鼻子呼，其实这个无所谓啊。发散吐气是阳，阴阳阴，但是这是动作外形啊，动作是呼吸，动作为阳的时候，动作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就要吸气，动作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要呼气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这样说，我不知道大家能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？呼和吸要配合，要有阴有阳。
如果我们只是吸气，然后我们吐，往上走的时候吐气的话，呼气为阳，动作上升为阳，孤阳不生，孤阴不长，所以说我们向上的时候应该吸气，这样才能达到养生效果。我不知道这个气功到底是什么，这个问题我能解释清楚吗？然后大家了解了这个呼吸之后，去网上搜八段锦，国苗版的最简单最好练，然后就配合这个动作要慢，动作亦慢亦匀，这个呼吸呢亦细亦匀，呼吸和动作配合起来对身体非常好，而且入门功法非常简单，就8组动作向大家推荐啊。八段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后边我看不到啊。大红拳，大红拳是属于少林拳的一种。这个少林拳呢，它有小红拳和大红拳。当然，现在一般的研学团队过来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，我们一般是，比如说一帮小孩啊，然后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教他们24式简化少林拳的前几个动作，因为这个时间非常短，教多了孩子们也记不住，也容易烦，然后还不如就这几个动作，然后每个动作拆招，孩子们也学得有意思。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又能记住。其实孩子们说半个小时根本学不到什么，主要是通过这个教学的过程，让孩子们了解啊，这是少林功夫啊，原来可以这样格挡，原来可以这样进攻啊。其实那天也是这个思路，那天跟斯皮特我们也是这个思路，然后每一项都浅尝辄止，大家看的是挺多，但其实每一项都是很简单的，比如说那个双截棍啊。这个抡出去了，棍子往上，这是撩棍，完了以后往下，然后十字劈，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基本功，但是能够通过这些简单的东西去知微见著，然后